这女人绝对是有神经病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月经失调了吧？穆千羽站在苏无忌的对面。谁呀？大半夜的还给你打电话？叫岳冰凌。苏无忌说道。这调查局的副局长宋鹤鸣非要把我塞进这抓间谍的行动组里，让我当副组长，这不是扯淡吗？穆千羽轻轻一笑。那是宋副局长被你的能力折服了。我感觉这老家伙从一开始就憋着坏水呢，想要让我把他们调查局的屁股擦干净。苏无忌说着摇了摇头。不过这宋鹤鸣争权倒是一把好手，这种追逃间谍的行动明明以前都是国安的活，等他到了调查局，居然硬生生的从国安的手里把这一块业务给抢过来不少。这行动处一成立，整个调查局也不再是单纯的纪检部门了。怪不得宁海国安的工作人员们提起这调查局，个个都是义愤填膺。穆千羽轻轻点头。首都各部门之间的情况确实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复杂一些。不过这个岳冰凌是那位姓岳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苏无忌的语气里带着微嘲的味道。知道岳彤宇的妹妹妥妥的太子党，前途无量。所以你还是快去集合吧，2分钟眼看着就要到了。穆千羽眨了眨眼。当心岳格格给你穿小鞋。呵呵，他要把我惹急了，我一脚把他这组长给踹了。苏无忌翘着二郎腿。还是和你在一起舒服。对了，咱们刚刚的话还没聊完呢。苏无忌这句话虽然让穆千羽很受用，可他巴不得这个话题早点结束，以免一些事情露了馅，于是立刻说道。我确实是担心你，所以提前来到这儿开个房间，以便随时支援。所以你做出了什么支援的行为？苏无忌似笑非笑，直直盯着穆千羽的眼睛。说来听听嘛，让我也感受一下你对我的关心。穆千羽说道。清晨叔在酒店门口抓了2个狗仔，他们偷拍了一些你被抓的照片，这些照片被童优柔花了20万买下来了。说出一件事，或许只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件事。童优柔她怎么牵扯进来了？苏无忌一愣。这位强势的经纪人大概想要为你在网上制造舆论声势，以此来给调查局施压的。穆千羽微笑着看着苏无忌的眼睛说道。这份胆气我自愧不如。就在苏无忌跟穆千羽说话的时候，审讯楼下岳冰凌看着秒表说道。2分钟到了，出发。说罢他上了车，车队径直驶出酒店大门。而这边的苏无忌还不知道岳格格居然雷厉风行到了这种程度。你真不去吗？穆千羽问道。不去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呵呵一笑。这女人还真是有个性，咱在林州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被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算是怎么回事？我得等她来请我。然而苏无忌的话音刚刚落下，敲门声居然响了起来。果然来请你了。穆千羽笑道。嘿。苏无忌扭头冲着房门问道。是我。宋鹤鸣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我去开门。苏无忌拍了一下穆千羽的胳膊。他之前光盯着对方那张绝美的俏脸猛看了，此时这个视角才注意到了对方的胸口。浴袍之下没有任何的束缚，那轻颤着的曲线彰显着女性的青春极致之美。这一刻，苏无忌觉得穆千羽的真实维度似乎比平时穿衣服的时候要更大一圈。看到苏无忌的眼神落到自己胸前，穆千羽俏脸一红，忍不住地打了他一下。快去开门。苏无忌打开了门。宋大局长大驾光临，影响我约会了啊。宋鹤鸣没有进来，甚至没往里面看一眼，而是说道。
岳冰凌已经带着行动组出发了。岳处长可没把我当成自己人。苏无忌说道。他既然甩掉我，那我就如他所愿，老子撂挑子不干了。宋鹤鸣打量了他一眼，拉了他胳膊一把。你小子给我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苏无忌转身给穆千羽比了个心，随后转头出了门。等房门带上，穆千羽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又是引得曲线轻颤。随后他打开了卧室里的一道门，露出了后面的另外一扇门。这酒店里，房间与房间之间是有2扇连通门连接的。穆千羽在门上敲了敲，随后房门打开。一个女子正微微闭着眼睛，盘腿坐在地板上，背对着穆千羽。她长发如瀑，白衣胜雪，透出一股仙气飘飘的感觉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这女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房间里，似乎让这房间都变得清新脱俗了许多。前辈，今天真是多谢您了。穆千羽躬身说道。不用客气，就算不用我出手，那小子也能平稳度过这一关。白衣女子开口说话，声音之中透着一股空灵之感。有前辈在，我确实安心了许多。穆千羽轻笑道。哪怕前方是龙潭虎穴，我也敢闯上一闯。白衣女人的声音之中听不出任何的悲喜之淡。龙潭虎穴当然可以闯，但你不要忘记答应过我的事情。穆千羽一愣，随后眼睛里闪过了一抹复杂的光，微微躬身。前辈放心，我答应过的事情肯定不会食言。白衣女子轻轻颔首。那你可要耐得住寂寞。穆千羽的眸子里金光闪动，他红唇轻启，声音轻又坚定。前辈放心，我一定做到。宋鹤鸣拉着苏无忌下了楼，看着他这懒懒散散的样子，说道：你故意拖着没去集合，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？苏无忌咧嘴一笑。宋局长，你真的是太高看我了啊！我就是看那女人不爽罢了。那些什么团结同志的官话套话，我也懒得说，反正这是你欠我的人情，得还到位了。宋鹤鸣说道。苏无忌无奈地说道：宋局那女人就是故意甩掉我，你看不出来？那你也得给我贴上去。宋鹤鸣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，稍稍压低了声音：岳冰凌之前在部队待了多年，有些事情不如你灵活，我怕他掌控整个行动小组会出现大问题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不就是追逃间谍吗？能出现什么大问题？宋鹤鸣：他会不计代价地完成任务，这是优点，但得分场合……或去不计代价，我最怕这种任何时候都不计代价的人了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那你还让他当行动总指挥？宋鹤鸣也呵呵笑了笑：我找过你，你拒绝了。被这老狐狸算计得死死的，苏无忌给整得没脾气了，于是说道：行吧，我想知道岳冰凌的行动计划。我们获得了一个新情况，在北河省的东环山有一个东洋间谍的小型训练基地，岳冰凌现在是带着行动组去总部换乘直升机，然后前往北河省。宋鹤鸣说道：你要是再不快点，可就赶不上了。苏无忌懒洋洋地说道：这都是周志远交代出来的，那说明东洋人肯定早就都撤离了啊。不过这群东洋人还真是够嚣张的，在华夏本土连训练基地都敢搞出来了。这基地是东洋间谍的撤离联络站，他们一直瞒着周志远，但后者已经通过自己的手段看明了这个基地的具体位置。这次周志远主动交代，也是想要立功赎罪。宋鹤鸣说道：他赎个屁的罪，在他的治下，
宁海周边都特么的被渗透成筛子了，枪毙他100次都不够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那你让岳冰凌等等我。宋鹤鸣说道。岳冰凌不可能等你的，我安排直升机送你去北河省的东环山，你要什么装备？现在就提，我来安排。东环山的地理位置其实还挺微妙的，这一片山区并不与首都接壤，而是在北河的另外一端，是北河省与联东省的地理分界线。东洋间谍逃到了东环山，就可以径直进入联东省，开车狂飙3-4个小时就能抵达海边。苏无忌这一下倒是有些理解了岳冰凌的匆忙，这的确是要和时间赛跑。直升机太慢了，苏无忌说道。劳烦宋局长安排一架小型运输机，我直接空降吧。好。宋鹤鸣重重地拍了一下苏无忌的肩膀，他这句话明显加重了语气，似乎被苏无忌的回应狠狠地提了气，似乎也想起了自己当年独自一人空降非洲军阀大后方的情形。在北环大酒店旁边10公里的位置，就有一个小型军用机场，平时专门用来起降战斗机。宋鹤鸣带着苏无忌上了自己的专车，他直接对司机说道：你去后排，我来开。司机愣了一下，刚想问一句，被宋鹤鸣瞪了一眼，催促道：快点。随后司机便默默去了后排。苏无忌坐上了副驾，咧嘴笑道：宋局长风采不减当年啊。宋鹤鸣亲自驾车，闯了一路的红灯，凡是拐弯处皆是直接漂移，只花了10几分钟便飙进了军用机场。他的司机在后排都看呆了，这么大的领导还能这样开车？虽然已经是夜晚了，但是首都的路上还是有着不少车子的，而宋鹤鸣左冲右突，一路狂飙，这驾车技术似乎比当年名震首都的2环13郎还要更强。宋鹤鸣下了车，一架小型运输机已经在跑道尽头等着了。能给你找到的单兵装备都找了，全部都在机舱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你要那么多遥控炸弹做什么。宋鹤鸣下了车说道。宋局大气。苏无忌微笑道：我得好好表现，抱紧你这根大粗腿。宋鹤鸣捶了苏无忌的肩膀一下：别贫嘴了，等你凯旋。苏无忌咧嘴笑道：我只希望岳冰凌那个自负的女人不要拖我的后腿。说罢，他快步登上飞机。与此同时，岳冰凌也已经到达调查局总部，4架直升机已经准备起飞了。在关闭舱门前，一名下属还问道：岳处长，咱们真的不等那个副组长了吗？这是宋局交代过的吧？岳冰凌冷冷道：等他来拖我后腿吗？立刻出发。岳冰凌一声令下，舱门关闭，4架直升机的螺旋桨开始转动。刚刚那名行动组成员看了看一张冷脸的岳冰凌，又往停机坪入口处看了2眼，迟疑了一下，道：可是宋局对我说，那副组长很专业，让我们行动组务必配合好他的工作。岳冰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眼光能冻死人，声音更是让舱室里的温度下降了好几度。在行动组里，组长是我，不是宋局。是。这行动组成员不说话了。岳冰凌环视了一眼机舱，打开了通讯器。另外，我希望各位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行动组里只能有我一种声音，任何和我决定不符的意见都给我憋在心里，不然只会影响行动效率，明白了吗？4架飞机里同时响起回答：明白。岳冰凌转业到调查局行动处，
1年半，一直亲自负责每次行动组的指挥，行动成功率极高，众人也习惯了他不近人情的工作风格。就算他的性格不讨喜，其他组员也不会公开反对什么，反正大家都只是同事和上下级，没必要处成朋友。更何况还是这种来调查局镀金的超级太子党。没错，大部分人对于岳冰凌的认知就是这样，调查局只是他的跳板。即便岳冰凌从未提起过他的家事，可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我想各位都已经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了。岳冰凌指着直升机前方的屏幕，声音淡淡地说道：这东环山武校就是敌方间谍的训练基地，教师和后勤大概20人左右，现怀疑这些人全部是东洋间谍的保障团队。在机舱屏幕上已经出现了一栋教学楼、一栋宿舍楼，还有一个小型体育场。这武校已经办了10年了，新学期也是刚刚开学，不过招生并不理想，大概全校也就只有50-60个学生，大部分都是本地山区的留守儿童。为了避免学生被当成人质，行动之时务必小心，各组突袭速度一定要快，不惜代价，在学生起床之前完成对敌人的有效击杀。岳冰凌说道。接下来开始分配各组作战任务。4架直升机就是4个作战组，前面3组负责突入和清理，最后一组作为后援火力，随时支援。这是常规的作战方法。岳冰凌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现场的情况，也没时间去仔细了解，只能先去堵住敌人，然后根据现场局面来调整部署。这个24人的行动组已经配合许久了，大家还算比较默契，而哪怕是常规的作战方法，岳冰凌的部署也很到位，细化到了把每个人所需要清理的房间和走廊都标出了序号，把组和组之间的具体支援路线都定下来了。在短短的时间里，能把作战计划做到这份程度，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岳冰凌的缜密细致由此可见一斑。作为他的组员，基本上用不着思考，只要一切听从命令就可以了。这种方式在很多时候效率很高，但对组员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。若是在某些时候出了问题，也一定是大问题。而就在这4架直升机起飞10分钟之后，一架运输机已经飞到了东环山区上空。为了防止被那些间谍注意到，苏无忌只能选择从4000米的高空跳伞。机舱里还有一名年轻的空军少尉，负责给苏无忌整理伞包和装备。他看着这孤身一人杀进敌后的青年，由衷地敬了个礼。兄弟，你太厉害了，一路顺风。苏无忌背着好几十公斤的装备也敬了个礼，随口扯淡道：嗨，咱们军人为国为民不求回报。这句话里起码有8个字和目前的他没什么关系。他的确是顺手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，但这家伙不是现役军人，也没有不求回报，甚至他巴不得多跟组织提一提条件。你这境界佩服之至。这空军少尉说道。对了，我叫周诺风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你一起执行任务。哼。苏无忌笑着摆了摆手，直接纵身一跃，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。苏无忌的降落位置在东环山的边缘，距离武校的直线距离还有3公里。此时正是夜色最重的时候，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，哪怕连月色都已经被云层遮挡。而这时候，一台车子正在山间公路上开着，
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个身穿黑色运动服的女人，她戴着口罩和棒球帽，只有眉眼暴露在外。而车子的后排则是传来了一道声音：没想到今天是璎珞小姐亲自来送我，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深田将军未免也太看重我了。驾驶座上的女人正是之前说要离开灵州四处旅行的叶璎珞。而之前周志远之所以经常去他的影宣会所，就是为情报交易打掩护的。叶璎珞的声音淡淡：我也没想到我们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的铃木次长居然也在华夏，你们的胆量让我吃惊。叶璎珞这句话里所透出的信息量着实太大了。在东洋，类似于米国 CIA 的机构叫做内阁情报调查室，调查室的领导者被称为内阁情报官，统筹所有情报事宜。情报官这堪称东洋的情报之王，地位和能量虽然比不了米国的中情局局长，但也是相当惊人的了。而这个铃木次长就是现在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的二把手，妥妥的一条超级大鱼。璎珞小姐说笑了，我出现在这里，这和胆量无关，更多的是无奈之下的选择。这个铃木次长摇头笑了笑，相比较长期潜伏华夏的璎珞小姐而言，我还是差得远呢。希望我这次在临走之前能送给华夏一个大礼包。叶璎珞的声音仍旧清淡：铃木次长太谦虚了，有你亲自坐镇指挥，那些华夏的特工肯定会被迅速击溃。其实叶璎珞的这句话倒也不算是吹捧。这位铃木永泰次长曾经担任过数年大使馆武官，有着极为丰富的特工间谍经验，在黑暗之中行走了那么多年，鲜有败绩。他的履历其实有点类似于华夏中 Y 调查局的宋鹤鸣，双方的岗位也是类似的。更巧合的是，现在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的调查官，由于早年在一线受过伤，积劳成疾，身体不好，最近在家养病，整个调查室基本上由铃木永泰全面负责了。我亲自到华夏，本来有重要目的，可是周志远突然落网，东洋特工全面陷入危险之中。铃木永泰摇了摇头，表情开始带上了些许严肃之意。这简直是东洋特工之耻。周志远因作风问题落马，这已经让人很意外了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把他送进去的人，居然和抓住武藤忠一和摧毁小山家族的是同一个人。铃木永泰接着说道：周志远本来可以不用死的，但在这一系列的巧合之下，我们不得不派人干掉他。说到这儿，他狠狠地摇了摇头，否定了自己之前的那句话。不，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，华夏一定有一个王牌特工，从一开始在背后做了连环局。铃木永泰重重地一拍座椅靠背，显得有些恼火。那是一种在强强对决中落败的挫败感。叶璎珞轻声说道：所以东洋方面派人干掉周志远，就是上了这位王牌特工的当了。对周志远灭口，就帮助华夏人证明了他和东洋特工有着特殊的联系。铃木永泰想起东洋大使馆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发生矛头的转变，不禁又是恼火的一拍大腿。这次我们和大使馆没有配合好，外交部门的那群蠢货真不该把弄死苏无忌的目的暴露得那么明显。听到了某个名字，叶璎珞的表情一怔。苏无忌？没错，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这个很关键的名字。铃木永泰又摇了摇头。不过据说此人年轻的过分，应该不是背后布局的那个王牌特工。叶璎珞回想起苏无忌把自己和龙清河从佣兵的枪口下救出来的情形，
抿了抿嘴，没有说什么。当时他的连衣裙被树枝扯破了，苏无忌还脱下了自己的外套让他遮挡。铃木永泰看着车内后视镜，把叶璎珞的表情尽收眼底。他眯了一下眼睛。璎珞小姐，你认识这个苏无忌？叶璎珞的眼神微凛，摇了摇头。不认得。不，你认得。铃木永泰的唇角轻轻勾起。我是整个东洋对微表情研究最深的专家，你骗不了我的。叶璎珞坚持着说道。我真不认识，铃木次长只不过是刚刚输了一场而已，总不至于把我当成勾结华夏的替罪羊吧？你不仅认识，你还为他撒了谎，这就更说明你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。铃木永泰微笑着靠在座椅上，表情中透着玩味。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叶璎珞感觉到自己后背微微发凉。铃木永泰笑眯眯地说道。当然，我并不认为深田将军的女儿会背叛东洋，可是那个苏无忌似乎和你年龄差距不大，俊男靓女的，发生点什么也再正常不过了。叶璎珞重重地一踩刹车。铃木次长，请你说话时对我尊重一些。铃木永泰慢条斯理地掏出一把枪，对准了叶璎珞的后脑勺。他微笑着说道。我本来想要在临走之前给华夏调查局好好挖个大坑，而有你在，这个陷阱将会变得无比完美，哈哈。山间公路上，白色的丰田越野车缓缓前行。叶璎珞紧紧攥着方向盘。你这样对我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铃木永泰嘲讽地笑了笑。这在深山里发生的事情，又怎么会传到深田将军的耳中呢？叶璎珞的嘴唇咬出了血。东环山武校里有很多双眼睛会看到这一切。铃木永泰摇头笑了笑。那就把他们全杀了，这个小型基地早就已经被我放弃，把它变成陷阱是这个武校的最后归宿，只要能让华夏人陷入其中，我们多死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？叶璎珞冷冷说道。你真不是个人。铃木永泰的心情已经变得很轻松了。我很开心听到这句话，因为那些死在我手底下的敌人经常这么评价我。他扫了扫叶璎珞那成熟丰韵的身材，微笑道。璎珞小姐，希望你说话的时候对我保有尊重，毕竟我就算在这里把你占有了，也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叶璎珞强忍着心中的恶心感。我不想死，但和被你这种人强行占有相比，我宁愿去死。不愧是深田将军的女儿，果然够刚烈。铃木永泰笑了笑。当然你放心，我在间谍第一线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如果这么容易被下半身支配，肯定活不到现在。叶璎珞默不作声地开车，过了好几分钟才又说道。你身为调查室次长，不怕被华夏人反包围了？我如果是你，现在就离开华夏，越远越好。铃木永泰说道。我现在回去就是铩羽而归，颜面无存，而在几个小时之后，你和我都将成为重创华夏特工的英雄。叶璎珞说道。我还年轻，不想当死去的英雄。他嘴上在和这位情报官僚周旋着，脑海则是已经开始了飞速转动，想要找出破局之法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铃木永泰笑了笑。我和武藤忠一一样，都是出身于假翡翠风流。那又如何？据东兴汽车总部透露的消息，武藤忠一是受到了电棍攻击，忍者已经过时了，现在是日武器的时代。叶璎珞说着，一道灵光忽然划过脑海，似乎一个很关键的信息被他分析出来了。可据我所知，周志远并不知道这里有一处训练基地，华夏方面
不可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个消息的。叶璎珞说着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他以为自己的这句话可以让铃木永泰放弃这次行动，然而后者却微微一笑。周知远本来不可能知道，但我当时不经意的稍微引导了他一下，他便自作主张的探寻到了这儿，以为捏住了我们的一个把柄。什么？剧烈震惊之下，叶璎珞差点握不住方向盘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线希望，原来竟是铃木永泰布下的陷阱。顿了顿，铃木永泰说道：而在华夏看来，东洋方面肯定不知道这基地已经暴露了，他们以为只要扑过来，肯定能把我们包围了。叶璎珞自嘲地笑了笑，看来我这智商真的不适合当间谍。起码你有半句话说对了，现在不是忍术的时代，铃木永泰说道，但也不全是热武器的时代，而是靠脑子的时代。叶璎珞没有再吭声，他抬起头看了看黑暗的夜空，一颗星往下缓缓沉去。铃木永泰则是面带微笑，在撤退之前，让华夏彻底记住我们吧。苏无忌降落了之后，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狙击位，把狙击枪和突击步枪全部藏好，只带着一把匕首以及满满一背包的遥控炸弹，迅速翻进了武校的校园。黑夜中，他的身影一闪而过，穿梭于所有建筑物之间，动作甚至比野猫还要轻盈迅捷，哪怕被监控拍到，也是很难引起注意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苏无忌便探明了所有情况，离开了校园，身形出现在了东面围墙的400米之外，而他身上的遥控炸弹已经全部留在了学校里。苏无忌现在所站立的位置是一个很适合远程进攻校园的狙击位，但并不是他之前所选择的那个。怕人问，苏无忌咧嘴笑道。而听了这声音，在他前方2米的地方，有2个身影惊恐地转了过来，一个狙击手，一个观察员，都是东洋人。他们潜伏在这里，刚刚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人在接近。活该谁让本少爷预判了你们的预判。苏无忌说着，手在腰间一抹，紫色的剑芒一闪而过，这2人的狙击小组便立刻身首异处。之前在学校里，苏无忌探查了所有建筑物的情况，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弹药库。他并没有趁机把这地方给一锅端了，而是把其他楼层所有房间的情况都摸了一个遍，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，在一个小教室里，苏无忌在黑板上发现了用粉笔画出来的部署计划。这计划还没来得及擦去，显然这里的人们在讨论完成之后便匆匆离开，去了各自的阵地。这部署计划画得很潦草，但对于内行人来说却已经足够清晰了。苏无忌当时便意识到，这个所谓的基地就是一个陷阱，东洋人在等着华夏的追逃行动组主动钻进来。这个小型基地里，除了那几十个被蒙在鼓里的学生之外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假装睡觉，其他10几人都已经在各自的位置上埋伏着了。间谍一线的战斗确实是斗智斗勇。这东洋间谍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确实是有点本事。不过宋鹤鸣确实是棋高一筹，任命本少爷当副组长才是制胜关键。苏无忌自我评价了一句，他一边摸向布防图上的另外一个狙击位，一边带上了通讯器，打开了行动组频道。接通之后，苏无忌的第一句话便是：我是副组长苏无忌，我要对岳冰凌组长之前的战术安排提出质疑。之前岳冰凌在布置任务的时候，苏无忌也同步接收了。
但他当时并未出声，岳冰凌也不知道苏无忌始终在线。当苏无忌的这句话冒出来之后，4架直升机的机舱里瞬间变得一片安静，倒是有好几双眼睛都露出了八卦的目光来。这正副组长不和已经被岳冰凌摆在明面上了。出发前，副组长就已经被郑组长甩掉，接下来这一男一女要在行动前来一场火星撞地球了吗？岳冰凌说道：我们即将抵达东环山，苏副组长，你远在首都，请不要发表这么外行的观点。岳组长，如果按照你之前的部署进入东环山，用不了10分钟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结果。苏无忌说道。岳冰凌的声音清冷：苏副组长，你是在靠危言耸听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吗？请你闭嘴，再动摇军心，我回去就会对你展开调查。他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苏无忌就是个不学无术前来混资历的2代子弟了。苏无忌冷冷一笑：我从首都空军基地起飞，半小时前空降东环山，现在脚边躺着2个东洋狙击手的尸体，你确定不听听我的意见？什么？岳冰凌的秀眉一蹙：你已经在东环山了？这就是一个局，是一个针对行动组的大陷阱。苏无忌说道。这里的每一处布防都是在针对岳组长的常规清理战术，如果你再固执己见的话，只会让行动组的兄弟们接连送死。苏无忌此言一出，让4架直升机的行动组成员们皆是心脏一紧。我的战术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，行动组的任务成功率目前还是100%。岳冰凌冷声道。况且根据情报，东洋方面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得知了小型基地的事情。你有你的逻辑，你可以相信你的情报。苏无忌说道。但情报是瞬息万变的，你不能拿其他组员的性命开玩笑。岳冰凌没搭理，而是说道：已经快要抵达降落区域，机降绳准备。然而这时候其他行动组成员们都露出了迟疑的眼光。在行动之前，2名指挥官出现意见相左，这确实是行动大忌。更何况苏无忌的说法让人莫名觉得极有信服力。苏无忌的声音再度响起：在教学楼有3处埋伏点，分别是2楼走廊东侧、3楼中间教室，还有顶层厕所窗口。弹药库的位置在2栋楼之间的教职工宿舍。他语速极快，把武校里的布防情况全部说清楚了。其他行动组成员们听着苏无忌的话，一个个都忍不住地倒吸冷气。的确，如果按照岳冰凌的常规战术，他们就是去送死的。这些东洋间谍已经把他们每一组要进攻什么区域都摸透了。行动组一旦进入学校里，就会被立刻包了饺子。说完之后，苏无忌淡淡道：岳组长，战术是要经常变的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事实上，当苏无忌说出第一句部署细节的时候，岳冰凌的目光便看向了机舱前方的屏幕。屏幕上还显示着东环山的作战计划图。岳冰凌沉默几秒钟，目光在地形图上游移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改变降落位置和突击线路，按照反包围战术准备。反包围？4架直升机里同时响起了好几道长出一口气的声音。毕竟如果岳冰凌一直固执己见，行动组成员们也不得不坚决执行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我就猜到岳组长冰雪聪明，肯定知道怎么做最合适。你在哪里？具体位置？岳冰凌说道。我去跟你会合。苏无忌说道。稍等，等我弄死前面这个狙击手。
他已经又摸到另外一个狙击位了。东洋人之所以埋伏在这个位置，就是为了堵住华夏行动组的退路。1分钟之后，苏无忌说道：搞定。随后他把自己之前的狙击位告诉了岳冰凌。然而等苏无忌回到自己之前的所在位置，端起狙击枪之后，却发现一台越野车已经从盘山公路驶来，径直开进了校园里。随后苏无忌便借着月光看到一个男人从后排下了车，把一个女人从驾驶座拉下来，始终用枪指着她的脑袋。在苏无忌的视野里，那个男人用枪指着女人，两人进入了教学楼的3楼会议室之后便没有再出来。几分钟后，身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，听声音只有一个人。苏无忌根本没有扭头回看。随后一个高挑的身影在他旁边卧倒，正是全副武装的岳冰凌。苏副组长，现场情况怎么样？岳冰凌问道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岳组长进步了，好像懂得征求我的意见了。岳冰凌闻言微微蹙眉，看了看天色，道：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天亮了，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和你斗嘴。苏无忌说道：刚刚来了一台车子，有人抓了个女人质进入了会议室。除了这个突发状况之外，其余敌人的位置已经彻底暴怒，没有任何攻击难度。岳冰凌的眉头再度一皱，他似乎很不喜欢这么肯定的说法。没有任何攻击难度，即便你摸透了敌人所有的布置。说到这里，岳冰凌忽然停下了话头，因为他真切地发现身边这青年比想象中要更加厉害。对方在这东洋间谍的秘密基地里转悠了一大圈，把所有火力点都搞清楚了，居然还没被敌人发现。岳冰凌知道，在自己的行动组里还没有任何一人能做到这个程度。这场战斗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，一旦东洋人没有被及时全部击毙，让他们做出威胁学生的事情，就会变得棘手许多。我们得抓紧时间，这些敌人全部藏在各种建筑掩体的后面，说说你能降低攻击难度的办法。岳冰凌也架起了狙击枪。苏无忌说道：让他们听个响就是了。听个响？岳冰凌一时间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苏无忌不答反问：各组狙击手都就位了没有？岳冰凌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然而苏无忌的这句话却并不是问他的，因为通讯器里陆续响起了好几道声音：一组就位，2组就位。苏无忌接着说道：各组锁定射击目标，爆炸一响立刻攻击。1组收到，2组收到，3组收到。岳冰凌诧异地看了一眼苏无忌，他没想到在这个只服从自己命令的行动组里，苏无忌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争取到了指挥权。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，天很快就要彻底亮起来了。苏无忌说道：准备3、2、1了。他按下了怀中的遥控器，轰！整个地面都震了震，无比浓烈的火光从教学楼侧面的2层小楼中爆发。那是武校的教职工宿舍，更是弹药库的所在地。这动静太大了，几十名学生都从宿舍中惊醒。要是让他们跑出来，进攻难度就会提升100倍。而那些处于埋伏位置的东洋间谍和特工，在听到爆炸之后，本能地站起身来，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行动组的狙击手们非常专业，他们并未被爆炸吸引注意力，
不用苏无忌下令，枪声便已经接连响起。砰砰砰！在这一轮连续射击之下，将近10个人已经被干掉了。岳冰凌说道：根据你的情报，还有几个人非常谨慎，并没有从埋伏位置露头。不露头也没关系，跑不了的。苏无忌紧接着又按下了遥控器。轰轰轰轰轰！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在教学楼、宿舍楼以及操场角落响起。这次动静没那么大，但也比手榴弹的威力强出许多来。那些藏在其中没露面的东洋特工直接被火光吞噬了。这场面确实太震撼了，东洋方面直接被打得溃不成军。在各处炸弹火光刚刚爆发的时候，苏无忌立刻下了命令：各组狙击手掩护突击组进校园，清理敌人。他用的词是清理，也就是说，这场战斗才刚刚开打不到2分钟，便已经到了最终扫尾的阶段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苏无忌始终看着瞄准镜，而他的瞄准镜始终锁定着那个藏有女人质的会议室。绑架者很小心，哪怕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，也始终没有露头。岳冰凌也始终盯着瞄准镜，观察着现场的情况。从开始到现在，这个骄傲女人的心理受到了很强的冲击，但是表现也一直非常专业。半分钟之后，她还是忍不住地对苏无忌说道：我感觉用不着突击组出动，你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战斗了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能够得到岳处长这种大美女的赏识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岳冰凌没有理会他的贫嘴，他的眼神一凛，随后对着通讯器说道：各组注意，3楼出现人质，一组立刻去宿舍楼控制住学生。他的临场决定非常果断，那些乱跑的学生无疑会给解救人质带来极大的难度。而3楼一个男人已经把一名女人质推了出来。华夏人可真该死啊！铃木永泰沉声说道，他的表情已经阴鸷到了极点。这一场意料之外的突袭，把他的所有安排全部毁掉了，甚至手底下的那几个狙击手，连一枪都没能射出来。所以，你应该会很后悔来到这里。叶璎珞冷冷说道。他被铃木永泰掐着脖子，后脑勺被对方用枪指着，面对着晨风和初升的太阳，俏脸之上几乎是面无表情。其实，在那一间小型弹药库爆炸的那一刻，铃木永泰便知道自己完蛋了。他不是没想过趁机逃窜，可是华夏调查局的突击阵型十分严密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却有着密不透风的合围效果。更何况华夏的狙击手都在周围等着扎口袋呢。这家伙藏得还挺严实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，没找到射击角度。这个铃木永泰非常狡猾，身体完全缩在叶璎珞的后面，紧贴着墙壁转角，不给任何一个狙击手留出射击角度。他恼火地喊道：我手里有苏无忌的朋友，放我离开，我让他活命。本来按照铃木永泰的计划，把叶璎珞扣押，可以借此要挟华夏调查局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。可现在，这女人居然成了自己唯一可以脱身的手段。距离较近的行动组员已经通过通讯器把铃木永泰的话语传了过来。苏无忌微微皱眉说道：东洋人这么恨我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里面都还能找到我的朋友。毫无疑问，经过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，苏无忌的名字必然要出现在东洋间谍的必杀名单之上了。岳冰凌对通讯器说道：问问，
苏副组长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然而他还没收到答案，就见到苏无忌放下了狙击枪，起身说道：岳组长，这里交给你。你呢？岳冰凌问道。我觉得你的临场指挥也挺靠谱的，既然对方都提到了我的名字，我自然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苏无忌说道。岳冰凌看着他大步走下山的背影，一瞬间觉得还有些高大。然而这时候，从通讯器中传出了一个名字。这个东洋人说，人质叫叶璎珞。苏无忌的脚步不受控制的一顿。叶姓洛。他反问了一句：是的，那个东洋人声称有2种方法可以保全女人质的性命，要么放他走，要么拍一个苏副组长自杀的视频给他看。行动组员汇报道。等我去现场交换人质。苏无忌沉声说道。你不能露面。岳冰凌的声音传进苏无忌的耳中。我去。他也跟上来了。苏无忌淡淡说道：我不交换人质就得死，你是组长，应该留在后方指挥。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建议。岳冰凌一把抓住苏无忌的肩膀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语调中透着强烈的坚定意味。行动组里只能有我一个声音，我再说一遍，你留在这儿。他没有多做解释，但逻辑已经非常明显，对方既然想要苏无忌的命，那么就不能让苏无忌现身。这个东洋特工肯定以为苏无忌还在首都，还不知道这个大仇家主导了今天晚上的奇袭。苏无忌听了，深深地看了岳冰凌一眼。这霸道劲儿还真让人喜欢，那你多注意安全。岳冰凌没吭声，把狙击枪往苏无忌的怀里一塞，拎着突击步枪走向校园。几分钟后，岳冰凌走到了教学楼下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组已经控制住了慌乱的学生们，2组3组则是对整个校园完成了清理，暂时没有再发现隐藏的东洋特工。岳冰凌抬起头来，对着3楼说道：我是此次行动的指挥官，你需要什么条件都可以和我谈。你的旁边有一台车，我要让你们退出100米之外，让人质开车送我离开。铃木永泰说道。或者就让苏无忌自杀，死给我看。此时堂堂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次长已经犹如困兽之斗。他喊出苏无忌的名字之时，心中还有着强烈的不甘心。一个在1个月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，居然靠着一己之力毁掉了东洋特工多少年的心血。我是行动组长，我可以交换人质。岳冰凌说道。你扣押我，比扣押这个女人更有价值。叶璎珞忍不住地喊了一声：不要，不需要交换。铃木永泰吼道：一个区行动组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，快点按我的要求来办。岳冰凌的眸光清冷，声音淡淡：我是岳国泰的女儿，这有没有价值？虽然人人都知道岳冰凌是谁的女儿，可是在加入了调查局之后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亲口说出自己的身份，而且是在这样的危险场合之下。苏无忌也从通讯器里听到了这句话，他的眼光有了非常明显的波动。他也没想到岳冰凌竟然会做出这个选择来。这一刻，苏无忌终于明白了宋鹤鸣那句话的意思，他会不惜代价来完成任务。你回来换我。苏无忌立刻说道。岳冰凌声音冷冷：苏副组长，你最好闭嘴，在他们的眼里，我比你有价值的多。在听到了岳国泰这3个字之后，铃木永泰的眼睛都亮了。
这是他此行最大的意外之喜。说实话，你的身份太尊贵了，尊贵到让我有点不太敢挟持你。铃木永泰笑道。可是这诱惑真的太大了，所以我决定试一试。他的激动之情已是溢于言表，之前困兽犹斗的模样几乎已是消失不见了。岳冰凌已经开始把所有武器放在地上，然后撸起袖子露出小臂，双手在身侧平举，手掌张开。他说道：你把人质带下来，我去替换他。让你的突击队员退出去，古安。铃木永泰喊道。他们必须退出200米之外。岳冰凌一挥手，行动组令行禁止，并没有任何犹豫，全部退出了校园。岳冰凌又在通讯器里说了一句：我不在，由苏副组长代替我全权指挥，所有人必须服从他的命令。铃木永泰小心翼翼地压着夜莺落下了楼，时不时还打量一下有可能存在狙击手的位置，借此调整身体的躲避角度。他到了楼下之后，盯着岳冰凌看了几眼，随后很满意地说道：很好，很好，本想用这次陷阱给你们调查局送份大礼，却没想到调查局居然把你送来了，哈哈。说着，他一推叶璎珞，迅速扣住了岳冰凌的脖子。上车。铃木永泰的枪口指着他的太阳穴，低喝道。岳冰凌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。你开车，我会在半路射击汽车轮胎，你找准机会逃生。苏无忌的声音在通讯器里响起。岳冰凌没有给出回应，开门坐上了驾驶座。而铃木永泰则是坐在后面，枪口始终对准着岳冰凌的后脑勺。开车下山。铃木永泰说着，身体前倾，挤到前排的中央扶手上，尽量让狙击手找不到射击空间。岳冰凌仍旧面无表情，冷艳的俏脸上也找不到害怕二字。苏无忌的声音再度响起来。如果我接下来的射击导致车身偏移，你一定要把控住方向盘，不要翻下盘山公路。顿了顿，苏无忌补充道：最重要的事情，你要系好安全带。岳冰凌抬起手，看似挽了一下头发，实则轻轻敲了一下耳塞，以示回应。铃木永泰也是千年的狐狸，看到了他的这个动作，冷笑了一声，伸手一把扯下了通讯器，扔出了窗外。岳冰凌看都没看那通讯器一眼，而是扯过安全带，确认卡扣扣紧才松手。早知道你来了，我何必还费那么大的周折，直接绑架几个人质和你交换，不就行了吗？铃木永泰呵呵笑了笑。话说回来，你今天的战术太惊艳了，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，效率又高，针对性又强。我还以为调查局行动组一直都只会用那种老掉牙的突袭战术呢。不过，能换回你当人质，我死多少人都值了。听了这句话，岳冰凌的眼神微微一凝。今天，如果不是苏无忌临时更改了攻击战术，那么自己必然要中了埋伏，整个行动组说不定也要全军覆没。他说道：你说的没错，无论是特种部队还是间谍特工，一定不能被别人摸到习惯。今天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教训。教训？铃木永泰不知道岳冰凌为什么会这么讲，在他看来，对方今天的战术可谓是无比成功，除了没有想到叶璎珞这个变数。岳冰凌开口问道：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杀了我？告诉你也没关系。铃木永泰笑着说道：我会带你返回东洋本土，慢慢要挟华夏。岳冰凌冷冷说道：你们这么做是在挑动战争？呵呵，以你们华夏的行事方式，
不可能为了你主动发起战争的。铃木永泰说道。岳国泰在4-5年之后肯定要再上一层楼，你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，会不会花费巨大的代价来救你这个女儿？车子距离东环山武校越来越远，铃木永泰的心情放松了不少，也因此多了很多谈心。岳冰凌面无表情，你不懂我，更不懂他。他往窗外看了一眼，眼睛里仍旧没有任何的波动。此时车子的一侧是就是超过70度的陡坡悬崖，另一侧则是防止山体落石滑坡的钢丝绳网。岳冰凌并没有任何的减速。你是谁？我感觉你有点眼熟。岳冰凌又开口问道。他的话很少，但每一句话都非常有针对性。我是谁？铃木永泰清了清嗓子，眼睛里透着很久没有在他身上出现的得意之色，说道：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次长铃木永泰。岳冰凌显然被狠狠震惊到了。东洋的特务头子，这么一条大鱼居然漏掉了。正是我。铃木永泰说道。咱们两人的身份还算是比较匹配，这一场对决太精彩了。岳冰凌有点后悔，居然没抓到你，是我的工作出现了疏忽。铃木永泰说道。不仅没抓到，你还要陪着我一起离开华夏国境，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陪着，我的返程将会很开心，哈哈哈。岳冰凌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抹决绝。你该永远留在华夏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枪声突然在头顶上响起。砰！这台越野车的右前轮直接被打爆，车子猛然偏头撞向了山壁，而岳冰凌似乎忘记了苏无忌让他握紧方向盘的命令，反而往反方向猛抡。于是这台越野车直接冲下了陡坡。这东环山的坡面并没有太多的树，反而大部分都是泥土和山石。在70多度的倾斜角度下，越野车一路剧烈翻滚。岳冰凌饶是系了安全带，也被甩得差点飞出去，脑袋和车顶车窗不断相撞。这种情况下，对于没系安全带的铃木永泰来说，就是几乎要了命的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面，身体在车厢里甩来甩去，不断被折叠成各种姿势。哪怕这位次长是早年出身于假翡翠风流的忍者，此刻也是晕晕乎乎，七荤八素。他手里的枪也已经被甩得脱手，在车厢里撞来撞去。这个蠢女人！苏无忌看到车子翻滚下去，直接丢掉了狙击枪，身形从陡坡上狂奔而下。他的开枪位置距离车子本来就有将近500米的直线距离，想要追上翻滚速度极快的汽车，只能等车子停下来才行。这么陡的坡，苏无忌根本不带任何减速动作，全程狂飙。这一路追下来，他有2次被山石绊倒，每次绊倒都得翻滚出20-30米。不过，虽然浑身的衣服被划出来好几道大口子，但是苏无忌的卸力保护做得很好，身体并未受什么伤，顶多不小心磕了一下头，脸上有几道浅浅的划伤。但苏无忌起身之后继续狂追，仍旧是毫不减速。看着车子一路翻了几10圈，苏无忌的心里满是担忧。这一刻，他不禁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宋鹤鸣对岳冰凌的评价：不计代价，完成任务。什么任务哪有活着重要？苏无忌忍不住地对岳冰凌一顿狂喷。终于到了坡度比较缓的地方，
车子的翻滚速度慢了些，又滚了10几圈之后，那已经残破不堪的车体终于撞在了树上，险之又险地停了下来。只不过此时车体是底朝天的，车门严重变形，已经不可能靠人力打开了。苏无忌此时距离车子还有300-400米，岳冰凌一定别死了，他喊着。这时候，一只纤细白皙却带着血痕的手率先伸出了车窗，随后开始艰难地往外挪着。正是岳冰凌，他半边脸都是鲜血，好不容易才挪了出来。强烈的眩晕感和疼痛感已经充斥了岳冰凌的脑海，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一样。那种强烈的无力感让他只想闭上眼睛，好好的睡上一觉。能坚持到现在，完全靠岳冰凌那强大至极的意志力。然而这个时候，一个身影也从车子后窗艰难地挤出来了。铃木永泰到底是忍者出身，身体素质强得离谱，这么剧烈的翻滚，这家伙居然还能活下来。不过铃木永泰此时的状况明显也非常不好，他的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，满头满脸都是血，一条胳膊还严重变形，脚踝也肿得不成样子，膝盖也出现了变形，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站得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挪了出来，铃木永泰看到了3米之外的岳冰凌。疯子，疯女人！他忍不住地骂了一句。他目睹了岳冰凌把车开下山崖的全程，自然很确定对方就是故意这样做的。然而这时候铃木永泰的右手忽然摸到了个东西，好巧不巧的是，他的手枪也从车子里甩出来，就掉在旁边。岳冰凌看着重伤的铃木永泰，居然嘴角轻翘，牵扯出了一个笑容的弧度来。他喘着粗气，艰难地说道：反正你这个次长也走不了了。疯女人，你死定了，我要杀了你！铃木永泰恼火地喊道。他艰难地举起枪，手都在颤抖着。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可能打偏。砰！枪声响起，